笑笑，这是怎么样？周泽凯不见了，我们到处都找遍了，都没找到。周泽凯这个混蛋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他跑哪儿去了？周泽凯，你怎么敢的？周泽凯这个混蛋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他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我知道他在哪儿，走。叶宁，你怎么来了？婚礼的事都弄好了吗？好你个周泽凯，居然在这儿跟别的女人卿卿我我！这是我婚礼上要戴的钻石项链，你居然拿给这个女人！温叶宁，你干什么？不就是一条项链吗？你一个大总裁，能不能不要这么小气？你婚都不结了，还拿走我的项链，我不应该讨回来吗？你没看见我给你留的纸条吗？不是不结了，是婚礼延期到明天。若曦作画没灵感，所以我今天得陪着她，婚礼就明天再办。周泽凯，我生日那晚他喝多了，你丢下我去照顾他，结果一宿都没回来。今天我们婚礼，他说画画没灵感，你就连新郎都不做了，跑来陪他，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？温叶宁，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，你马上就要给我们周家做媳妇儿了，不要这么善妒行不行？我一个大男人，只是照顾个女孩，你就这样大吵大闹的，太不体面了。我本以为是你变了，现在看来，也许这才是你真实的样子。你马上就要进周家的门了，要给你立好规矩，以后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一个女人，再强势、再成功，也终究是个女人，学会顺从丈夫才是第一位。你的规矩，我是一辈子也学不会了。你爱怎么样怎么样。什么意思？温叶宁，你疯了吧？既然他这么重要，你就陪他吧。新郎，我换人。泽凯哥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惹燕宁姐姐生气了，你别管我了，快去结婚吧。温叶宁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还有脸喊我？给若许道歉！周泽凯，你是精神错乱了吗？是你背叛了宁宁，居然还让她道歉！我没有背叛她，我跟若轩什么都没有。可是她现在却大闹画廊，把这里搞成这样，难道她不应该道歉吗？你都已经违背我们之间的承诺了，我只给你们这点颜色，已经很仁慈。我真是服了，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？我说了很多遍了，我会娶你，只不过不能是今天而已。你只要回去告诉亲戚朋友，婚礼延期到明天就皆大欢喜了。我就不明白你非要闹得大家都不摇快。你太看得起自己，我温燕宁不是非女，我也再告诉你一遍，我不嫁你。不嫁我，你还能嫁人？全城谁不知道你堂堂温叶宁温总跟我在一起5年，如今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以为谁还会要你？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，你还真是够无耻。行了，你也别闹了，只是推迟1天办婚礼而已，对你来说根本就没有损失，顶多是在亲戚面前丢点脸罢了。可你毕竟是一个大总裁，这些对于你来说根本就没所谓的。话都说到这份上，你还想着结婚呢？叶宁，你以后只要乖乖做我们周家的贤妻良母，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照顾你的。我不需要。别嘴硬了，当初我无微不至的伺候你的时候，你不是也很受用吗？是我当初瞎了眼。对了，你答应给我的那块劳力兰，记得明天给我，我婚礼上要戴的。泽凯哥哥，他不会真生气不结婚了吧？他那么要脸面的人，要是不结婚，不得被人笑死。放心，等着看吧，他明天一定会乖乖来求我跟他结婚。 5年时间居然变成了这样。温总，先把止痛药吃了吧。你怎么知道？痛就别硬撑，我自己可以。来啊！也怪我自己蠢，当初怎么就被一碗银耳汤打动？等等，你是说银耳汤？有没有止痛药？有的，怎么了？那天你和霍妍妍谈完生意就开始痛经了，我把霍妍妍送走之后，看到会议室桌上留着银耳汤和药，我还以为是你自己弄的。什么？
所以那银耳汤不是周泽楷弄的，那会是谁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周泽楷，会不会是霍禁言？不可能，霍禁言整天跟我抢项目，处处跟我作对，估计巴不得我病得起不来才好。也是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周泽楷真是处心积虑的接近你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幸好他在结婚前发作了，不然我还真要吃大亏了。是啊，这也是及时止损，算因祸得福了。他刚才还惦记这块劳力士呢，他眼里只有钱，过去的一切的那些体贴入微也都是为了我的钱。周泽楷，既然这碗软饭你吃不明白，那就别吃了。宁宁，你的手没事吧？爸妈，周泽楷不来结婚了。什么？他不来结婚了？他可是新郎啊！周泽楷个混蛋，居然敢辜负我的宝贝女儿！宁儿，你受委屈了，这婚咱不结了，咱回家，那些亲戚朋友我来处理。不行，我绝对不会让人看我温叶宁的笑话。今天这婚我必须结。这个死对头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？霍金言，你干嘛？怎么样啊，温小姐？婚礼进行的还顺利吗？有没有需要帮忙的？尽管说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正缺男人呢，这就来了个男人。霍金言要长相有长相，要身材有身材。虽然总是跟我作对，但是人品还是可以的。让他来当新郎正合适。我正缺个新郎呢，你有空吗？据我了解，你单身未婚，符合结婚条件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我去跟你结婚？怎么？你不敢？激将法啊！行，我跟你结婚，你等着，我立刻从马地飞回去。宁宁，霍金言可是你的死对头啊，他能这么痛快的同意跟你结婚，不会有诈吧？生意场上这么多年，我都没怕过他，我还怕他坑我。再说，他要是真敢坑我，我要他好看。我现在也只能这样选，不然外面的宾客们不知道要看多大的笑话。这个合同对你来说意义不大，你为什么非要跟我硬抢？生意场上本来就是你死我活，但是做了夫妻就不一样了。我什么都不跟老婆抢，老婆喜欢什么，我都会乖乖双手奉上的。神经病！霍金言，有件事我要提前跟你说清楚，我们的婚姻只是一场交易，我不相信爱情，也不会爱你。可以啊，不过既然是交易，那我有个条件，只要不是与公司有关的，我都可以答应。我不做临时老公，我要做你有名有实的丈夫。行，你多久能到？我通知现场延迟。不用，我准时赶到。好，我让人给你准备新郎西装，你穿多大尺码的？我都准备好了，老婆大人，你就乖乖等我回去吧。马上开专机，我要最快时间回国。是。不愧是霍总啊，新郎装都有。宁儿，你让霍晋阳来当新郎？堂堂霍氏总裁霍金言来给你假扮新郎，你俩在生意场上斗了这么多年，他怎么可能答应？爸，不是假扮新郎，是真新郎。啊，这么说，你要跟霍一言结婚？宁儿，你俩在生意上一直不对付，还互相使绊子，你跟他结婚，这以后还能有太平日子吗？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答应我结婚，但是他是我眼下唯一的选择，我绝对不能因为周泽楷的不中，毁了我自己的婚礼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放心吧，霍建言可是霍氏集团的总裁，做人做事言出必行，妥妥的霸道总裁，高富帅的天花板，可比周泽康那个龌龊小人强多了。我们宁宁也不是一般战士，这么多年与霍月言旗鼓相当，不会吃亏的。姐妹，这次眼光不错哦。先把今天的事都办好再说吧。5年时间的错付，我绝对不会再让自己像今天这么难看，不管那个男人是谁。温艳宁，泽楷都已经跟我说了，他那边有事抽不开身，婚礼延期到明天，你把后续的事情处理一下。我没什么需要处理。你们家也太过分了！结婚这么大的事，他周泽楷说延期就延期，他还把别人放在眼里吗？既然周泽楷有事要忙，那就让忙他的去吧。别说明天了，这辈子都不用再出现。我是你婆婆，你进了我们周家的门就要听话。丈夫说了婚礼延期，
你就应该乖乖照做，还敢当着婆婆的面威胁我们，真是没教养。你也不用跟我摆婆婆架子，今天的婚礼我会照常举行，当然新郎也不是周泽楷。你就别吹牛了，谁不知道你跟我家泽楷在一起5年？哎，5年啊，你早就是个二手货了。除了泽楷，谁还能要你？我告诉你，老太婆，你嘴巴放干净些。5年怎么了？就是15年，我们宁宁也还是顶级白富美。可你儿子，就是再过50年也还是臭水沟里的王八。你居然敢这么说我儿子！你们都是不知羞耻的荡妇！行了，我还要处理婚礼的事，你们周家人赶紧走吧。这还有点周家媳妇儿的样子，赶紧去给亲戚朋友们赔个笑脸，道个歉，就说是你招呼不周，让大家明天再来。你们周家还真是一家子都不要脸啊！明明是周泽楷不来，你还好意思让宁宁说是他招呼不周，推迟婚礼，世界上怎么有你们这样的人？婆家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他自己已经答应处理婚礼的事儿，用你个小蹄子在这儿嚷嚷。你说我，那是因为我倒霉遇上了你们家这窝老鼠，我认。但是你敢骂笑笑，就别怪我会对你做些什么。哼，不说就不说，我还懒得费口舌呢。你现在可以滚了。你对婆婆出言不逊，一点没有做媳妇的礼数。不过我毕竟是长辈，就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这次婚礼我们周家从老家来了不少亲戚，他们酒店住宿的事儿你给安排一下。我是真没见过像你们家这样的人，你们的住宿居然还要我们宁文给安排。废话，要不是为了参加你们家的婚礼，人家会大老远的跑来吗？还有啊，必须是咱们市最好的酒店，不然别怪我在周家人面前下你面子。你是不是聋了？我不跟你们家周泽楷结婚了，你们家的人与我无关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还拿上桥了？大不了我在周家人面前会给你美言几句，总行了吧？既然我跟你说话你听不懂，那你就直接滚吧。行，是你逼我的，别怪我不给你脸！快来人啊！我叶宁欺负婆婆了，救命啊！你别闹了，我们宁儿是温氏的总裁，你这么做会让人笑话她的。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，我就闹，我要让所有人都来看她的笑话，哼，看温氏的笑话。快来人啊！我活不了了，温氏总裁打骂婆婆了。你先起来。我不起来。大不了我们给你们订酒店，你快别闹了。爸妈，不给他们订酒店，就让他这么闹，我看他能坚持多久。不能让他继续喊了，一会儿真来人了就说不清了。哼，我告诉你们，就算你现在答应给我们订大酒店，我也不起来了。你还要干什么？嫁妆必须翻倍，追加2000万现金和一套独栋别墅。看来你们家不要脸是祖传啊，还想嫁妆翻倍，真是大开眼界。2000万？你是疯了吗？我们已经给了1000万和一套别墅了，你居然还要2000万？你当我们家的钱是大风刮来了的吗？我管你的钱是怎么来的，反正你不拿我就不起来。还有一套独栋别墅，我们已经陪嫁了一套别墅做婚房了，还要一套别墅干嘛？当然是我住啊！我儿子结婚了，住大别墅了。我这妈这几十年辛辛苦苦的把他拉扯大，我多不容易啊！你们家那么有钱，理应给我买套别墅，简直厚颜无耻！宁宁，怎么办呀？你要是不给，我就跟你耗着。反正一会儿来人了，我就往地上一躺，看你能怎么办。笑笑，去叫保安，把他拖出去。好，把我拖出去，我就在大厅里喊，让全酒店的人都知道你温艳宁堂堂温氏总裁欺负婆婆。既然你不怕丢脸，那就把这脸丢得彻底些。哼，我看你能干什么？我也不能干什么，大不了让保安架着你在你们周家人面前走一圈呗。温艳宁，你
敢耍我？不是你说要让全酒店的人都知道吗？那就来吧，笑笑叫保安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温艳宁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回去就告诉泽凯，让他甩了你。求之不得。出去把门关上。宁儿，你受委屈了。妈，我没事儿。夫人，总裁的车队到了。霍艳妍真的来了，他来的也太快了吧！确实太快了，他从马地飞回来，居然不到1个小时。霍总适应的很快嘛，婚礼还没办呢，身边的人都已经改口叫夫人了。不怕他入戏快，就怕他演过头了。以霍艳妍平时的派头，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打扮成花孔雀。把我准备的聘礼都带进去。儿子啊，那个温艳宁实在是太可恶了，她居然要用剪刀剪我的舌头啊！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剪刀、舌头的？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老家来了这么多亲戚，晚上安排他们住哪儿啊？你去找温艳宁，让她安排酒店啊。我找了，她说她不管这事儿，还要用剪刀剪我的舌头呢，吓得我跑出来了。哎呀，他是吓唬你的，你不用管他。你带着大家去开房，就刷我给你的那张信用卡，那张卡是温艳宁的，回头还是他还钱。不愧是我儿子，就是有办法。那我就带他们去最贵的酒店。哼，狠狠宰温艳宁一刀，让他吓唬我。泽凯哥哥，我头发后面好像也沾到颜料了，我自己够不到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妈，我有事儿不跟你说了。当然了。太好了，我要去吃帝王蟹。我的天老爷呀，这都是什么宝贝啊！既然他已经到了，那咱们也赶快去宴会厅吧。走。怎么样，还行吗？美着呢。老婆大人，我没迟到吧？你不是说你在马代度假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果然是浮夸的新郎妆。温总肯给我机会屈尊下嫁给我，我当然得快起来了，怕你会反悔。是我喊你来当新郎的，怎么会反悔？温总在生意场上的手段，我已经领教过很多次了，我不得不防。我这个人是很公私分明的。那就好。都拿过来。岳父岳母，这是小婿的聘礼，还请二位收下。这霍敬言是有备而来啊！难道他早就打上宁儿的主意了？不对呀，他们不是死对头吗？那是人参、灵芝、冬虫夏草啊，这可都是极品啊！金条啊，堆成山了！不对啊，这人是霍建言，他怎么给温艳宁的父母聘礼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愧是霍总啊，就是这么爱摆大排场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霍艳言和我夫人温艳宁的婚礼。不对呀，不是周泽凯的婚礼吗？怎么换人了？啥意思啊？外面的照片上都还是周泽凯，这怎么还在现场换人呢？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结婚现场换人，真是不像话。谁知道怎么回事？那个周泽凯去哪儿啊？听说霍艳妍跟温艳宁一直是生意上的死对头，怎么突然结婚了？我都有点尴尬的想走了。今天是我霍敬言大婚的日子，如果有人对这场婚礼有异议，可以直接来找我，我霍敬言愿意奉陪。
霍金言可是霍氏的总裁，咱们市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家，谁敢得罪他？哎，爱谁结谁结吧，我已经麻了。霍总和温总简直是郎才女貌，十分般配。百年好合，百年好合。霍总真有威慑力，群众画风转得真快。小意思。我准备了全新的宴会场地，请各位跟着外面的婚车移步到天鹅城堡去赴宴。等等，你怎么还订新场地了？那不然这门口还摆着别人的照片呢。我霍金言今天要是在这儿结婚，明天还不让人笑死。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。还是那副爱面子的死样子。这可是咱们市最贵的酒店，你们今天也是托了泽凯的福，一会儿就等着好好享受吧。还是泽凯有出息啊，找了这么厉害的姑娘。那么厉害的姑娘能看上他，那说明泽凯有手段。那是，我儿子可是最优秀的，把你们这儿最贵的套房都给我们开了。你好，我们酒店最贵的套房单日房价12万元，一共3间，全部都开出来是36万元，请问怎么支付？什么？36万？泽凯妈，这太贵了，咱们还是走吧。是啊，有这36万，咱们干什么不好？给孩子买些好吃的也比这强啊。哎呀，瞅瞅你们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要吃的还不有的是？一会儿去餐厅，那帝王蟹、大龙虾随便吃。还有帝王蟹和大龙虾，一会儿你可得使劲吃，听见没？刷这个。好的，女士。女士，这张卡已经被冻结了，刷不了了，请您换张卡。不可能，这张可是我儿媳妇的卡，她可是温氏的总裁，有的是钱。抱歉，女士，真的刷不出来，要不您再打电话问问。一定是你们瞎操作，把我的卡给弄坏了，我要投诉你们。我们都是按正常流程操作的，不会有误。建议您先去核实卡片信息。你们还敢不承认？你们领导呢？你们老板呢？给我出来！女士，请您安静些，不要影响其他客人。我不管，就是你们把我的信用卡给我弄坏了，你们给我赔！你们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给我儿子打电话。儿子啊，酒店的人欺负我，说我的卡被冻结了。什么？被冻结了？是啊，不知道酒店的人怎么弄的，我找他们领导，他们还把我赶出来了。你快来酒店帮我呀！信用卡冻结与酒店无关，肯定是温燕宁干的。哎呀，这个恶毒的女人啊，处处跟我作对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一大家子人等着呢。温建宁就是在用这样的方法逼我主动去找他。行，那我就如他的愿，咱们现在就去新房找他。好，我们都去找他。泽凯哥哥，你是要去找燕宁姐姐吗？温燕宁居然把信用卡给停了，我得去找他算账。那你快去吧。废物，连张信用卡都保不住，我想要的爱马仕还没买。霍艳宁，这不是去年你和我抢的城堡项目吗？喜欢吗？弄成这样一定会亏钱，在我的公司，谁要是把项目做成这样，是会被开除的。你就是个工作狂，结婚还想着项目。先去换衣服吧。我已经穿婚纱了，还要换什么衣服？你穿着跟别的男人订的婚纱跟我结婚，对我不公平吧？霍总，没人会准备2套婚纱，你只能忍受。我给你准备了。霍夫人，请。我还是第一次来这么高级的地方。是啊，这么大排场，得花多少钱啊？这霍总真是大手笔啊！看来他对宁儿是有感情的。我刚才还在想，这换新郎是不是有些尴尬呀？
我现在一点不觉得了，羡慕的口水从眼睛流出来了。唉，这跟刚才那个地方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了。你们太低估霍总的实力了，还有更炸裂的。啊！宁宁，你太美了，像女王一样。没想到霍一言这个替补相关当的还挺上头，居然买这么贵的婚纱，舍得给你花钱还不好啊？笑笑，你回头帮我给他订订3台限量版的跑车，给他回礼。好的，温总。只有霍夫人这样的气质和美貌，才能穿出这婚纱的质感。这婚纱居然这么合身，真是幸运。这是在英国皇室御用品牌定制的婚纱，50名师傅耗费2000小时手工完成的，是按照我的尺寸提前定制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可是今天临时告诉霍延年要跟他结婚的呀。是啊，太奇怪了。不行，我得找机会问问他。感谢诸位贵宾来参加霍继言先生与温燕宁女士的婚礼。下面有请新娘入场。我的天啊，太奢华了，好像把星辰大海都穿在了身上。跟这件婚纱相比，刚才那件只是条裙子。柠檬树下，你和我。霍先生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霍夫人。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婚礼。我郑重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先生，霍氏集团的总裁霍进言。原本的新郎是周泽楷，现在换成霍天言了。这温燕宁的命可真好，换了个真霸总。我们燕宁也不差呀，妥妥大女主，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温燕宁的丈夫霍彦言，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见证我们这么多年的爱情。没想到霍总也会睁眼说瞎话啊！我说的是事实，相爱相杀吗？这么多年，咱们只有相杀，哪有相爱啊？怎么会没有呢？各位贵宾，感情之路本就有起有伏，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阻碍。有些人短暂出现，看似是同行之人，到头来才发现，不过是横在真心之间的一块绊脚石。好在迷雾散尽，真正值得托付、默默守候多年的人，终于走到台前。绊脚石，呵呵，霍总的词直戳痛点。周泽楷那种人，说他是绊脚石已经很给他脸了。我真应该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让他亲耳听听你对他的评价。怎么？还对过去念念不忘啊？没想到霍总会吃醋，真是稀奇。请新郎新娘交换对戒。完了，戒指我完全忘记了，没来得及准备新的，现在只有给周泽楷准备的那枚。霍继言这么骄傲的人，要是给他戴周泽楷的戒指，他应该会当场撂塌子吧。霍继言，你的戒指我没来得及准备，戴戒指的环节就取消吧，等结束了我再补给你一个。戴戒指是婚礼的重头戏，不能取消。你非要戴，那就只有周泽楷的那枚。霍总将就点吧。你确定要戴？现在反悔，我还可以让小小把戒指拿走，一会儿戴上了就不能摘了。好好的戒指为什么要拿走啊？这不是我买的戒指，是我买的。霍总，不用这么破费。戴在我妻子手上的戒指，自然是要最好的。这替补新郎当的还挺绕针儿，明知道戒指不合适还非要戴，真是故意找不痛快。咦，这也不是我准备的戒指，难道也是他自己准备的？你不给我准备戒指，还不许我自己准备一个？行，霍总费心了。温彦宁，是你自己亲手给我戴上的戒指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可都不许反悔。霍总放心，我很有契约精神，一定不会反悔。终生不悔。这霍彦言怎么回事？签100亿合同也没见他这么反复确认吧？
我的天老爷，温延宁带的可是10克拉鸽子蛋，我只在电影里见过。霍总太有实力了，这场婚礼霍总上上下下花费上亿，看来他对温延宁是真爱了。你看看人家霍总，顶级高富帅，周泽楷要是来了，原地变成屎壳郎的粪球。周泽楷那个小人攀上温延宁之后就狂上了，还瞧不起人呢，也不照照自己的德行。下面请新郎新娘用最深的爱亲吻对方吧。那个，不用太当真，亲个脸就行，额头也行。怎么，叱咤商场的温总还会害怕亲吻？我不是怕，只是上周咱俩才因为一份合作吵架，现在就接吻，实在是别扭。被死对头亲的感觉真奇怪。这什么呀？都结婚了还亲额头啊，也太纯爱了吧！这俩人也太生分了吧！是不是还是应该接吻啊？不用听别人瞎说，遵从你自己的意愿。虽然他这么说是尊重我，但是毕竟是婚礼，不亲吻的话，有点不像真夫妻。霍建言，就当是合同盖章了。刚才的章没盖清晰。什么？盖章得用力才能印清晰。你这戏也演得太过了。你得适应适应了，这样的戏晚上还有更多呢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？他还挺闷骚的。二位新人该去敬酒了。幸福了，姐妹。别开我玩笑了。走吧，老婆大人，去跟大家打个招呼。走。爸妈，今天仓促见面，是我失礼了。霍总一表人才，宁儿能嫁给你，我们很欣慰。爸妈，叫我金言就好。好，金言。一口一个爸妈的，叫得真熟练。请二老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宁儿的。居然叫我宁儿，他是故意挑衅我的吗？宁儿，这是我父亲霍振业，母亲梁寒玉。第一次见公婆就是在婚礼上，他们肯定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被临时叫来顶帽的，这以后的婆媳关系是完蛋了。燕宁真漂亮，怪不得静言急吼吼的催我们来参加婚礼。这么好的儿媳妇，我也喜欢得紧。我听近前说你在生意场上运筹帷幄，杀伐果断。是霍总，是静言，过自愈了。好样的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不愧是我们霍家的媳妇儿。会不会说话？燕宁是霍家的媳妇儿，也是温家的女儿啊，我们都为你骄傲。是，宁儿是我们的好女儿。这是我们霍家的传家宝，专门传给霍家媳妇的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你现在是我霍志言的夫人，当然要收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谢谢爸，谢谢妈。好孩子。温总、霍总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啊！燕宁，你跟霍总简直太般配了，天生 CP， 比那个周泽楷好多了。周泽楷那种小蛤蟆怎么配跟霍总比呀？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霍金言这么大的总裁，还能把钱给你啊？到头来还不如周泽楷呢，好歹能给你洗衣做饭的伺候你。是啊，燕宁，你舅妈说的在理。你今天突然跟他结婚，这人我们都不知道底细，小心你被骗啊！舅舅、舅妈，我和霍运言认识很多年了，生意上我们一直有来往，我相信他的为人。既然舅舅舅妈这么担心宁儿，那就请跟我们婚房去看看吧。婚房？燕宁和周泽楷的婚房是他自己花钱买的。你这么大个总裁，刚一结婚就惦记上我们家燕宁的房产了？别人的婚房，我霍燕宁是不会去住的。那个婚房确实是为了之前跟周泽楷结婚准备的，
不过我已经派人去处理那套房子了，回头我们再去重新挑一套喜欢的当做婚房。今天可能就要委屈你先回自己家住了。你是生气了吗？新婚当天被老婆赶回自己家住，我不应该生气吗？那没办法呀，婚房你介意，现在买新的又来不及，你不回家住，难道睡大街啊？我霍建言结婚怎么会用别人的婚房呢？我早就准备好婚房了。什么？你提前准备的婚房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舅舅舅妈不相信，可以亲自来看看。就这么1天的时间，别的东西也就罢了，新房你怎么可能准备好？老婆大人，亲自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泽凯啊，这是皇宫吗？您真是老土，这是别墅，电视里经常演，有钱人都住这样的房子里。这是我结婚的新房。既然有房子住，干嘛还去住酒店？不如把钱给你侄子，回去上学用。老叔，先进去吧。儿啊，一会儿进去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温燕宁，这还没结婚呢，就敢这么对我这个婆婆，以后还得了？妈，你就放心吧，她这会儿肯定在家等着我回去呢。你信不信一会儿一开门，她就会求我明天跟她结婚，到时候我让她给您下跪赔罪。这还差不多。妈，你看飘纸钱了！别瞎说。儿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是谁？谁让你们剪我照片的？周先生，我们是温总请来处理这套房子的。处理什么房子？这房子是我的，你们凭什么处理？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周先生，温总说得很清楚，房子是他个人婚前财产，这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用他的个人收入购置的，与您1分钱关系都没有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，说这房子不是泽凯的。能不能行了？把我们拉到婚礼现场说婚礼不办了，又把我们拉到酒店说卡刷不了，又拉来新房，现在说房子不是他的，耍我们的是吧？不是的，都是那个媳妇儿搞的鬼。什么媳妇搞鬼？我看是人家不要你了，把你甩了。谁被甩了？我没有。你也不用嘴，我就问你，你现在住哪儿？我们今天晚上住哪儿？我们这么多人从老家来参加你婚礼，你不会让我们睡大街吧？不会不会，我儿子能解决。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今天这房子我有用，我家里人需要住在这儿，你们先走吧。很抱歉，周先生，我们是听从温总的安排，今天就要把房子处理好。那就回去告诉温燕宁，这房子我周泽凯要住。温总猜到您会耍赖，早就准备好了安保人员，带出去吧。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妈，又飘纸钱了。这是你们的婚房，这也太大了。这可是咱们最贵的法式庄园。老婆大人，新婚习俗，我得抱你进。哦，好像是，来吧。这是你家？这是我们的新家，进去看看喜不喜欢。这大水晶灯得多少钱呀？这装修太豪华了。是啊，太豪华了。这怎么和我想象中的婚房一模一样？他也喜欢这种风格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幅画，当时在拍卖会上被一位神秘买家拍了。原来是你呀！那说明我们夫妻品味一致，看来以后相处应该会很融洽。可不品味一致吗？只要是我看上的项目你来抢，咱们的相处也不算融洽。老婆大人不要生气，我以后不会再跟你抢任何东西了。他刚才是在跟我撒娇吗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冷厉风行的霍总吗？这么大的房子，你让燕宁以后怎么打扫？你想累死他呀？宁儿是我娶回来的宝贝老婆，我怎么会让她做家务呢？这是
这些是家里的保姆，洗衣、做饭、打扫都由他们负责。叶宁啊，你不懂，这些东西再好也都是他霍定言的，不是你的。回头离婚了，你还是什么都得不到。舅妈，没关系的，反正我自己有钱，不用图他这些。这个庄园我已经登记在宁儿名下了，而且我们还没有领结婚证，算是宁儿的婚前个人财产。行，算你不眼瞎，终于找了个好的。走，就你没用，给不了我大房子，这女儿也没找上真有钱的男人。那个，我想洗个澡，把婚纱换下来。我带你去卧室。这些都是你准备的？佣人准备的。你不喜欢？我无所谓。那个，我得洗澡了。你不打算邀请我一起洗？敢跟来，你就死定了！这就结婚了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我居然真的跟死对头结婚了，我简直是疯了。不过他们人都挺好的，我以后的婚姻关系应该不难处理。霍金言，你个变态！慧妍这个变态就是故意的，要是穿这件睡觉，明天非得长痱子不可，到时候他不知道要怎么嘲笑我。反正已经结婚了，穿了就穿了。我温燕宁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你怎么穿的是这件？这睡衣不是你准备的吗？怎么不喜欢？霍总眼光不错，挺合身的。我以为你会穿那件。我可不像霍总这么保守，不过你穿这么多，不热吗？是有点热。温总有解决方案吗？当然有了，就是不知道霍总能不能受得了。尽管来吧，宝贝，我什么都能受得了。真的什么都行，霍总可要说话算话呀。绝对算话。那我就不客气。怎么停了？是我没主动，你不高兴了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霍总既然说话算话，那今天你睡沙发，我睡床。什么？你刚才说的什么你都答应，霍总一言九鼎，不许反悔哦。今天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你聊不完我就不让我碰了，你也太过分了。咱们第一天结婚，应该给互相一个了解彼此的时间，所以今晚各睡各的。真以为我对付不了你啊？今晚你就受着。我们一开始说好的，做有名有实的夫妻，温嫣宁怎么临时变卦呢？我是答应了，但没说是从今天开始。霍总是你自己没仔细核对合同，不能怪我。钻空子是吗？我有。合同也没规定在不可抗因素下发生的情况吧？比如我被撩拨的难以自持呢？既然霍总没有自控力，那我就去别的房间睡，你自己冷静冷静。站住！还有事？新婚夜让我独守空房，我不要面子的。你万一控制不住自己，对我用强怎么办？真当我是禽兽啊？我还不至于。说好了，就一天，明天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要睡床上。拿捏。这是量身定制的婚纱，尺寸居然刚刚好。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，这些东西每一样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提前准备。可他为什么会准备这些呢？原定新郎官周泽楷，可是一样都没准。霍金言这个死对头，居然都准备全了。霍金言，你睡了吗？还没。
造型师说婚纱是提前好久量身定制的，钻戒也是贴合我手指尺寸的，还有这个庄园，房产证上的时间是5年前，可上面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。你为什么会准备这些？我们明明在生意场上吵得不可开交，连普通朋友都算不上。我看你是一点也不困啊，还有精力想这些没用的问题。我只能想到一种可能，你是蓄谋已久的，可是你要图谋我什么呢？图谋我要怎么不上床也能行使我作为丈夫的权利。你再撩拨我试试。我说算了，睡觉。能同睡一个房间就好，其他的慢慢来。这城里人真能糊弄人，白天还说能吃帝王蟹呢，晚上就让人在这地上坐着。算了，泽凯也有自己的难处。当初把自己吹得跟什么似的，说攀上富婆了，结果富婆一句话就把他赶出门了，真是晦气。儿啊，现在怎么办呀？要不找个地方先让他们住下来呀？我的卡也都停了，我身上的现金还要留着自己用呢，哪有闲钱给他们花呀？可他们都是亲戚，都是冲着你来的，咱们得管呀，不然等他们回去跟村里人一说，我们会被戳脊梁骨的。哎呀，我知道啊。儿啊，你说温燕宁把我们赶出新房了，明天的婚礼会不会取消啊？你放心吧，没有我，他这婚就结不成。既然这样，要不你主动给他打个电话，好歹给我们安排个住的地方。行，我打行了吧？真服了你，沉不住气。周泽楷，他有脸打电话？他怎么会打电话？他应该是已经知道自己一无所有了，所以打电话来。你要接吗？当然了。接了之后呢？你要原谅他吗？谁说要原谅他？我得把话跟他说清楚啊。说清楚什么？说清楚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让他不要再来骚扰我了。那就好。喂，有话快说，别打扰我休息。你今天停了我的信用卡，还派人处理掉了婚房，那些人还把我的照片剪碎了一地，我很生气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些我都能原谅你。你今天为了小三推迟婚礼，我不能原谅你。若曦她不是小三，再说了，推迟婚礼的事你能不能别再没完没了了？今天已经结束了，你这么抓着不放有意义吗？一切都没有意义了，我们也不用再多说了。温燕宁，我警告你，你现在把信用卡解冻，我把我家亲戚安排住下，明天我就还能跟你结婚，否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。我郑重的通知你，我今天已经结婚了，现在是别人的老婆。哎，你就别故意演戏气我了，燕宁，你是个女强人，不要学小女生的手段，太假了。爱信不信吧。温燕宁，我只不过是没有像以前那么顺着你，哄着你。反正我婚礼已经办完了，宾客们也都见证。至于你哪儿来的滚哪儿去。还宾客都见证了，我没出现，宾客见证谁啊？你自己一个人的婚礼吗？温燕宁，你可不可笑啊？这么大的人了，弄这么一出闹剧干什么？我才刚入主中宫，周泽楷这个混蛋就来纠缠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老婆，刚才不是喊累求饶了？既然还有力气跟别人废话，不如咱们继续啊。温建宁，你身边怎么有个男人？你在哪儿呢？堂堂大总裁，玩心还挺重。温燕宁，你说话呀！你身边的男人是谁？你居然背着我出轨，你还有没有羞耻心？你跟白若仪抱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羞耻心。老婆，你已经有老公了，以后处理垃圾这种事可以不用亲自动手了。那就交给你了。很荣幸为您效劳。宁儿现在是我的老婆，你以后要是再敢骚扰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妈妈，她要变成大怪兽了！小孩子别瞎说。泽凯妈，泽凯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小两口拌嘴了。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我才是温燕宁的丈夫！你们两个奸夫淫妇，居然背着我勾搭在一起，给我戴绿帽子！我要杀了你们！吃软饭的，让人甩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自己狗屁不是，跟我们撒什么气儿？走，咱们回老家。别走啊！我给你们找个住的地方，明天还有婚礼呢。滚蛋！都给老子滚！滚啊！你使劲叫唤吧，
我要跟我老婆洞房了。你们两个混账东西，在婚房里狼狈为奸！我现在就去杀了你们！有你这种人待过的地方，我怎么还会去呢？别白费力气了。是男人就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我是霍建言。霍建言，商业版图第一的霍氏集团，商界阎罗的霍总，霍建言。解决了。霍总辛苦，睡觉吧。老婆大人，你能不能看在我刚才解决了一个麻烦的份上，允许我上床睡啊？我们才第1天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乱动，一定老老实实的睡觉。那个沙发真的太小了。说好了，不许乱动，上来吧。遵命。成功上位。婚后第1天，按理说得回两家看看双方父母。完了！早啊，霍夫人。把衣服穿上吧，也不怕着凉。网上不是说女生喜欢看腹肌吗？她怎么没反应？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我没带衣服过来，我得赶紧让笑笑给我送衣服来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帮你准备了。是我的风格，霍总品味不错。尺码也都合适，霍总有心了。怎么样？我这个老公还算体贴吧？还不错，谢谢啦。这是我做老公的义务，不用客气。我也去收拾了，你慢慢来。霍应言做事果然细致周到，不会让人失望。秀腹肌，他不感兴趣；送礼物，他也没什么反应啊。对他父母好，这个行。有了岳父岳母的加持，我的地位就稳了。把我之前准备好的那些东西全部装到车上，一会儿送去温家。怎么了？我眼光不错，走吧，去吃早餐。这都几点了，还吃什么早餐？今天还得去你家呢，时间不够了。我家那边无所谓，先去你家，时间来得及，安心吃。小心烫。蒸蛋。没想到高高在上的霍总还挺会伺候人。我只伺候你一个。哦，对了，昨天婚礼上祖父的脸色很难看，估计是对临时换新郎很生气。一会儿你去了什么都不用管，我会把责任都揽下的。温总还挺仗义，放心，我是你丈夫，任何事我都会跟你一起承担。霍延年，你是要用钱砸稳我家人吗？我一个新女婿上门，自然要好好表现了。我平时也一直在给我父母买好东西，他们可不会轻易被霍总的礼物迷惑哦。这些只是敲门砖。走吧，先进去，别让长辈等着急了。你们家教出来的是什么女儿啊？婚礼当天换男人，像话吗？你儿子想用不结婚拿捏我，我换了他不应该吗？好啊，你还有脸领着奸夫回门，简直不知廉耻！不知廉耻的是周泽楷，这是昨天婚礼前我亲眼见到的，他跟这个女人腻歪在一起，我都还没说他出轨，你居然还敢来我家大吵大闹！谁说我儿子出轨了？他俩只是朋友，又没有怎么样。再说了，
是你自己整天凶巴巴的，留不住男人，还好意思怪我儿子跟别人相处？够了，这是温家，还轮不到外人撒野。你家的女儿做出这样的丑事，还想捂我的嘴啊？做丑事的是你们家周泽楷，婚礼当天为了别的女人要推迟婚礼，这是一个正经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？你们周家教育出这么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就应该找个地方钻进去。居然还有脸来我家指责我孙女，都给我滚蛋！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昨天的事大家都有责任。你看看，你孙女不也领了个男人吗？你这老头说话也太偏心了。我让你们滚，听不懂吗？行，就你们家这样没家教没家风的人家，我们还看不上呢。我儿子那么优秀的人，指定能找到比温艳宁好1万倍的，到时候你们就等着后悔吧。哼！我才应该庆幸没有跟周泽楷结婚。你儿子能不能找到比我好都不敢说，不过我确实找到比周泽楷好1万倍的老公。还是没逃过当工具人的命运。那是自然，我们现在是夫妻了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这辈子，我霍建言对你至死不渝。你们这对狼狈为奸的东西，真让人恶心。操！就这么走，太便宜温艳宁了。既然你们不要我儿子了，那你们就必须补偿我们1000万的嫁妆，我们就当做你们家给的补偿。另外，之前准备的那套婚房也要过户到泽柴名下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之前给你们家的1000万，今天必须还回来，不然我就起诉你。我相信温氏的法务一定能给我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。霍氏的法务部也随时准备为老婆大人效劳。至于那套婚房，里里外外每一分钱都是我温艳宁出的，是我的个人财产，我凭什么要给周泽楷？就凭你比泽楷先结婚了，那房子就应该补偿给泽楷。对呀，你们家当初说好的，那套房子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，我们家泽楷至少得到1半。你是不是傻？什么1半？房子都装修好了，怎么砍1半？我们就全要。对，你们简直厚颜无耻！自己做错了事情不知悔改，还想着攀扯要钱，简直不是人！我们当初说好的，房子是给宁儿夫妻的，现在宁儿的夫妻是禁言，那房子就应该给禁言和宁儿。谢谢爸妈，我是男人，不需要女人的房子。至于那套房子，是宁儿的婚前个人财产，随便宁儿怎么处置。看见了吗？这才是毛。你们家周泽楷狗屁不是。好啊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2个指定是早就勾搭上了，故意给我们家泽楷做局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要把你们的丑事都曝光出去，把你们温氏、霍氏的脸都丢尽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让你悄悄的滚蛋你不肯，偏要把事情闹大。好啊，那就别怪我先发制人了。我已经把你儿子出轨的证据都发到网上了，看看是谁丢尽脸面。我提醒你，要是敢做对温氏和霍氏不利的事，我霍俊言一定会1000百倍的奉还我们的损失。走吧。你们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温总，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嘴脸，可不好看吧？我们本来就是合作而已，不用一直装作恩爱夫妻的样子吧。又提合作，我这地位还是岌岌可危啊。不过刚才霍总配合的不错。既然我表现得好，那温总是不是得好好奖励我一下呀？先记着。老婆大人，我得提醒你一下啊，咱们最好表现得亲密一点，不然你家人会担心你婚后生活不愉快的。他说的倒是没错，我和霍妍妍的合作婚姻，还是别让爸妈知道了。爸妈爷爷，昨天我太仓促了，没来得及准备。今天我带来了些礼物，还请你们不嫌弃，搬进来吧。我听说这些年你跟宁儿一直是生意上的死对头。是。既然一直不对付，那又怎么会突然愿意跟宁儿结婚呢？完了完了，要是让爷爷知道我们是合作婚姻，一定会骂死我的。我喜欢他。哦，早不喜欢晚不喜欢，喊你结婚了，你一下就喜欢上了，
你这喜欢来的挺是时候啊。宁儿之前一直名花有主，我也就不便表露心意。昨天她主动找我当新郎，我自然要抓住机会，所以就答应结婚了。我完全不知道。这也怪我，我在生意上从来没有因为感情对宁儿手软过，所以她也就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情。是啊，爷爷，他经常因为生意跟我争抢，一次也没有放过水。胡说，感情是感情，生意是生意。要是他为了追你而在生意上给你放水，那他就不配做一个公司的总裁。爷爷说的是，霍一言这狗男人，三言两语就让爷爷站在他那边了。你会下棋吧？下得不好。那来下一盘吧。爷爷，正好我今天给您带了一套和田玉的围棋。不错，是和田玉的。爷爷果然会演，这白子是杨汝玉，这黑子是墨玉。是，极品。你有心了。这边来吧。宁儿，我陪爷爷下棋，你把我给爸妈带的礼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。哦，好吧。宁儿，这霍敬言还好相处吧？他没欺负你吧？妈，你放心吧，霍敬言跟我只是在生意上有竞争，他这人其实挺好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女儿我性格强势，名声在外，怎么会被欺负？别作，夫妻之间和睦最重要。他不欺负你，你也不许欺负他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来，看看你的好女婿给你准备的礼物吧。这么大的澳白珍珠，你不是最喜欢珍珠了吗？这礼物算是送到你心坎上了。这是巧合吧？霍一言怎么会知道我家人的喜好？我看看是什么东西，怎么还吓着我们温总了呢？这花纹，这成色，极品啊！这可是拍卖级别的钱币啊！妈最喜欢的珍珠，爸最喜欢的古钱币，爷爷最喜欢的围棋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霍敬言这人一定有秘密瞒着我。哈哈哈，不错不错，还是爷爷棋高一筹。你爷爷今天下尽兴了。其品如人品，不贪功，不冒进，敬言是个好孩子。这是武夷九龙堪母树大红袍，您尝尝。哦，这可是文物级的茶呀。好茶好茶呀。好，你看敬言这孩子多好，谦虚有礼，不摆架子，你是捡到宝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因。从刚才你就一直这么看着我，我怎么了？你是怎么知道我妈喜欢珍珠，我爸喜欢古玩，我爷爷喜欢下棋的？我不像你，我对自己的要求可是很严格的。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完美老公，了解你家人的喜好的必修课而已。不对，你昨天才被我拉来结婚，短短一天的时间，你怎么可能来得及准备那么多的他们心意的礼物？那些东西肯定是你一早就准备好了的，对不对？我堂堂霍氏总裁，有些奇珍异宝不稀奇吧？都只是以前的藏品而已。霍敬言这人的行为太反常，但我又说不上原因。怎么，还怕我谋财害命啊？我又不值钱，怕什么？不过我们一开始说好的，你不许打我公司的主意。霍一言，有些话我们得说清楚。我们虽然已经结婚了，但这只是一场合作，所以在生意场上，我们必须还跟以前一样。你不可以利用我们的婚姻关系恶意竞争。我们各自的公司、股份、财产也都归各自所有。结婚住的那套庄园也还给你。所以你是要跟我划清界限？清楚一些，才不至于纠缠太深。日后分开，才能轻松一些。霍敬言，你疯了！才结婚一天你就想着分开，温艳宁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霍敬言，我们一开始就说好了是合作关系，
既然是合作，那就有结束的时候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我劝你也别太拿我当回事儿了，以免产生了感情，日后麻烦。你嫌麻烦，我不嫌。既然是合作关系，那你欠我的酬劳还没给我呢。什么？你说呢？够了！宁儿，对不起，我开车。够了。你今天睡客房。昨天说好的。刚才对不起，是我冲动了。那个，你早些休息。宁宁，东升国际的项目被咱们拿下了。他们不是意向把项目给霍氏吗？怎么突然给我们了？他们还说什么了？他们就说霍氏退出了，所以就把项目给咱们做了，合同都已经发过来了。你核实过了吗？我都调查了，确实是霍氏主动退出的。至于理由，他们没说。东升这个项目利润很大，霍氏不会无缘无故退出的，一定是出什么事儿。之前咱们一直在争取这个项目，尽调也没有漏洞，会不会是霍氏自己不想做了？怎么会？这个项目他们跟了快1年了，眼看就要签约了，怎么可能主动放弃？哎，霍氏总裁是你老公，你回去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不能问，我昨天才跟他说，在生意上我们要划清界限的。那他怎么说的？他倒是没说什么。他除了用力亲我之外，好像确实没说什么。不应该啊，这他都能忍。你说什么？你跟他是夫妻嘛，反正他已经退出了，你问问有什么关系吗？我们先把自己的事做好吧。项目既然给了我们，我们就好好做。好。还在为昨晚的事生气吗？完了，不会是不要我了吧？你为什么退出了东盛国际的项目？我之前说过，你是我老婆，你想要的东西我会双手奉上。可是我昨天说过了，我们在生意上要划清界限。你今天就施舍我一个项目，你有听我说的话吗？宁儿，我们是夫妻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一个项目而已，你做我做都是一样的。可是之前你为了这个项目可是给我使了很多绊子的，你现在把项目给我做了，那你之前做的那些事不都白费了？之前你都要嫁给周泽楷了，我使几个绊子发泄一下嘛。我要嫁给周泽楷，你生什么气？没什么，正常商业手段而已，老婆大人别介意。祝贺你拿下大项目。你怎么会想到送我项链？我听说那天我到婚礼现场之前，你损失了一条钻石项链，我给你补上。霍总好像很喜欢用礼物砸人啊。你不喜欢？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所以昨晚的事儿能原谅我吗？算了，昨晚的事儿都过去了。再说也不是没亲过。地位保住了。宁儿，跟你结婚是我的荣幸，我希望可以把我的一切都给你。跟你做夫妻不是合作，不是临时老公，是真正相爱的夫妻。可是我才结束一段感情，我需要时间。我知道周泽楷做的事让你很难过，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相信我跟那个渣男不一样，我会好好爱你。但我可能没法爱上你，起码短时间不会。没关系，你只要别离开我就好。我确实不应该把跟周泽楷的那部分不甘心放在心上了。既然已经跟霍妍妍结婚了，或许我应该尝试接纳他。好，宁儿，谢谢。那个宁儿，我今天能回卧室睡吗？我可以睡沙发。可是上次霍总好像也没睡沙发吧？老婆大人，我们已经结婚3天了，可以同床共枕了吧？按照约定，好像确实到时间了。所以你是同意了？那我去洗澡换衣服了。他怎么还没来？洗个澡要这么久？叶宁，魏叶宁，叶宁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，叶宁。老婆大人要去哪儿啊？周泽楷在外面。我听见了。我得下去。然后呢？
什么然后呢？他是来认错求复合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知道啊，我必须下去跟他说清楚，不然他还会再来找麻烦。我不怕麻烦，我怕你下去就不再回来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只是不想他一直吵闹，让人听见。你真的不会被他的花言巧语蒙蔽吗？我是去让他死心。燕宁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吧。真是阴魂不散。我跟你一起去。闭嘴！你在这儿鬼哭狼嚎，是想闹得人尽皆知吗？燕宁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啊！我已经结婚了，请你不要来骚扰我。燕宁，我们在一起5年，就算我做错了事，可是5年的感情还在，你不要这么绝情啊！我们没有感情，在你跟白若曦抱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。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，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真的。你就当是我开了个小差，就原谅我吧。逢场作戏，你自己看看吧。不是我，这照片是合成的，不是我。这是白若曦发给我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的！周泽楷，事已至此，我们好聚好散，从今以后再也不见。宁儿已经是我的老婆了，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老婆面前，否则我不介意用些手段。我早就知道你霍建言霍总的厉害，但我没想到你居然会给我设圈套。现在我中计了，你也终于如愿以偿上位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吧？他一直躲在阴沟里觊觎你，他来婚礼就是故意的，他一直在等我犯错，等我一不留神就把你抢走了。是你自己对宁儿不忠，还算计她，你自己犯错就别怪别人取而代之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宁儿，我们回去，我慢慢给你解释。再不滚，我就让人把你扔出去。我是不会走的。温燕宁眼里容不得沙子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不会原谅你的。保安，把他给我赶走！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你们给我等着！现在你可以说了。宁儿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给你设圈套。我不认为你能设计周泽楷出轨，毕竟腿长在他自己身上，是他自己婚礼当天跑去找白若曦的。你信我就好。还有呢？我喜欢你，很久之前就喜欢上你。我很久之前就喜欢上你了，可我们一直是竞争对手关系。我怕你拒绝我，就一直没敢开口，直到我看见周泽楷接你下班。我知道我错过了。这5年，我每次控制不住自己想拥有你的时候，就会去买一件东西，婚纱、戒指、这栋庄园、那幅画，还有衣帽间里的东西，都是这么来的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变态？有点。宁儿，我不是变态，我只是控制不住的想你。可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竞争对手，只要一见面，气氛就很紧张。我怕你会拒绝我，甚至觉得我是变态，就再也不见我了。可这10年你确实一直跟我作对啊，我完全没觉得你有喜欢我啊。有的时候为了见你，会故意跟你抢项目，为了多跟你说几句话，会故意跟你争执几句。明儿，你别走，我以后不会这样了，我保证。很晚了，上楼睡觉吧。你别放弃我。我为什么要放弃你？你那么喜欢我，给我准备了这么多东西，我还没那么不知好歹。不过你故意跟我抢项目，跟我吵架，我得想想怎么惩罚你。只要不分开，随便老婆大人惩罚，我都认。霍妍妍，谢谢你。为什么要谢我？
那天婚礼，如果不是你立刻赶来跟我结婚，还准备了这多东西，我不知道会是什么局面。幸亏你来了，救了那天的我。是你成全了我，让我可以从阴暗里走出来，光明正大的喜欢你。谢谢你喜欢我，谢谢你接受我。这么快就返回了？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生理期到了。啊，生理期？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肚子疼？有一点，还好。你等我一下啊。来的真不是时候。来，宁儿，先把药吃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缓解痛经的药，我特意从国外买的。这是保姆做的。这是我做的。痛就别硬撑。我自己可以。来啊！药片上的字一模一样。味道果然一模一样。这不是你第一次给我做银耳汤吧？你早就知道。我今天才知道。那天我看你不舒服，旁敲侧击问了唐笑笑，才知道你肚子痛。准备好了这些又不敢直接给你，就悄悄放在了会议室。谢谢你，虽然谢得太迟了。没关系，你喝了就好，我还以为你给扔了呢。其实，那个银耳汤是周泽楷拿给我喝的。那个人渣！他直接把药和银耳汤拿给我，我以为是他准备的，就……你别告诉我，你是被他的银耳汤给感动了，才跟他在一起的吧？也不完全是，不过那件事确实是个导火索。反正现在误会假开了，我跟周泽楷也结束了，没事了。我霍艳妍居然为别人做了嫁衣，还做了5年。怎么能没事了？我要撕了周泽芬这个冒名顶替的杂碎！好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我们是重新开始了，但是温艳宁，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？那还能怎么办？你知道每次我看见你跟周泽楷在一起时心里有多难受吗？你得补偿我。怎么补偿？你尽管提。就这么简单。你现在特殊时期，我先收点利息。那我再给你补点儿。这些本来都是我的，都被霍建言这个王八蛋给抢走了。周泽楷先生，我们来电是想提醒您，您的信用卡还款逾期，请在3日内保证账户里有足够的金额，系统会再次扣款。若扣款失败，您的征信将被拉进黑名单。钱，就他妈知道要钱！建宁、霍建言，你们2个奸夫淫妇，敢这么对我，我要杀了你们！温总，您放心，这个项目我们盯得很紧，绝对不会有问题的。项目快收尾验收了，检查工作一定要做好，确保顺利交付。霍总来了喽！果然新婚燕尔，好甜蜜呀！李经理，你看这里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你特意过来就是为了问我这个？我想我老婆了，不能来看看。
原来霍总这么粘人啊！温燕宁，你这个女人也太冷血了，才结婚3天就嫌弃我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自己选的老公，粘就粘吧。呸！你喜欢腻歪，就到阴曹地府里去腻歪吧。去死吧！快闪开！顾妍妍，你怎么样？叫救护车！喂，是120吗？没事就好。哪位是霍金妍的家属？我是他妻子，怎么样了？放心，他只是皮外伤，没有伤到骨头，我们已经处理好了。宁宁，放心吧。查的怎么样了？我们报了警，根据警察的现场勘查情况，广告牌的铁丝被人切断了，是故意推下楼的。地面有人为痕迹，找到是谁干的了吗？大楼目前没有完全竣工交付，很多地方的监控还没有连接好，所以没有拍到可疑的人。继续找，周围的街道、商家的监控都要查，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。敢动我温燕宁的老公，我让他陪葬。我不是没骨折吗？为什么还要住院啊？你伤口出面太大了，需要留院观察1天。唉，老婆，不用削了，我不想吃。不行，笑笑说了，这叫平安果，你必须吃。坐过来。是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很好，就是不想吃苹果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你。别闹了，你现在不能乱动。真小气啊，亲一口都不行。霍妍妍，谢谢你今天救了我。老公救老婆天经地义，不用谢。其实就算你要我谢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除了查清真相，找出真凶，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你只要在我身边一直做你自己就好。我从小就很独立，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扛。就算跟周泽楷在一起，所有的事也都是我来做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可是从结婚那天起，你就为我做了很多事，帮我分担了很多，我很感激。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你，我很抱歉。宁儿，不要自责，你能把我考虑进你的生活中，接受我为你做的事，就是已经是对我的回应了。可是这次是救命之恩啊，我不能无动于衷。宁儿，你我现在夫妻，夫妻本是一体，不分你我。如果今天躺在这里的是你，那我会比现在更难受。宁儿，你是我这世上最珍视的珍宝，爱你是我的本能，你不用愧疚，不用自责，做你自己就好。你要是真想谢谢我，不如给我个名分吧。名分？我们已经结婚了，你已经是我老公了，还要什么名分？我们还没……等我一下，笑笑来电话了。喂，笑笑，怎么了？我们还没领证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回去。静言，东盛集团的项目有点事情，我必须回公司处理一下，你乖乖待着，我下班来看你。好，路上小心。持证上岗真难。媳妇儿走了就这么心神不宁啦？来，你妈给你炖的汤，赶紧喝吧。哟，你看看削好的苹果呀。宁儿这孩子真好，是挺好的。对你好，你怎么还这个表情？教父病。哎呀，什么呀！我是在想办法让宁儿跟我去领结婚证。你还无证呢？啊，够惨的呀！你们能不能帮我跟宁儿说说啊？你是真够没用的了，这点胆量都没有。不帮就算了。行，我替你打头阵。来，喝汤。我现在就把这些给东盛那边发过去。广告牌掉落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已经调取了周围所有监控视频，正在逐一排查，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。继续跟进。好。
真是胡闹。不是让你在医院老实待着吗？怎么回家了？医院太无聊了，还是回家好。宁儿回来啦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做了些拿手菜给你尝尝。谢谢爸妈。爸妈，对不起啊，我早就应该回去看你们，还辛苦你们来看我。谁来看谁都一样。再说了，禁言瘸了，还要辛苦你照顾。妈，我没瘸，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宁儿，妈知道你工作忙，所以家里的尽量让保姆们去做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跟我们说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我都能应付。禁言他只是瘸了，又不是瘫了，你不用惯着他，只要不用走路的事儿都让他自己干。正事不说，就知道损。先吃饭吧。对对，先吃饭。来，宁儿，你快坐下。我先去扶禁言过来吧。小心！慢点儿。绿茶。来，宁儿，尝尝，合不合你胃口？来，喝点无鸡汤。谢谢爸妈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妈，这汤真好喝，你要是喜欢，我天天煲给你喝。菜也好吃，喜欢就多吃些。说正事儿啊。没用的东西，自己不敢跟媳妇说，非要拉我们来当嘴替。那个宁儿啊，妈不是催你，只是你看现在你跟燕妍婚礼已经办了，两边的公司也要有个交代了，毕竟有配偶了嘛。妈，你放心，我跟禁言已经说好了，我们公司股份各自持有，不受婚姻影响。那财产呢？也一样啊，都是按照各自婚前持有的，不变。你是这么跟宁儿说的？妈，这个是我提的，那你就同意了？我也是没办法嘛。你既然这么小气，那你还让我们说什么呢？还好意思说吗？要我是宁儿，我也不跟你领证。妈，你要说什么？他跟我们说他不好意思跟你提领结婚证的事，让我们来说。可我们不知道，原来你居然对自己老婆这么小气。领结婚证，原来要名分是领结婚证的意思。宁儿，这小子这么抠门，你别跟他领证，就让他无证上纲，急死他。我觉得大家财产股份清楚一点挺好的，这样公司也不会有变动。而且禁言把这栋庄园的归到了我名下就够了。霍禁言，一栋庄园，这就是你娶老婆的诚意吗？就人家还想还给我呢。废话，一栋庄园而已，你吓唬谁呢？谁稀罕啊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婚礼都办了，理应领结婚证，是我忘记了。等金明腿伤好了，我们就找时间去领。多好的媳妇儿啊！这样啊，宁儿，领结婚证前先签婚前协议，你婚前的一切财产都还是你个人的，婚后禁言的全部财产都归你。记得一定要找律师去公证，不能便宜了这小子。对，还有公司股份也都归你持有，他以后就是给你打工的。不用吧，我自己的钱够多了，不需要禁言的钱，更不需要他的公司股份。你还是想跟我划清界限吗？不是，只是觉得没必要这样。宁儿，这很有必要的。我们知道你什么都不缺，但是这是她当老公的责任和义务啊，不然凭什么嫁给他？就我们知道你的事业很成功，霍禁言的那些东西你未必看得上，哼，就是不能便宜了这小子。平白无故得个这么好的媳妇儿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？宁儿，你还只是把我当成临时老公，不愿意永远跟我在一起吗？我就是再有钱，也不会看不上价值100亿的霍氏的。我接受。谢谢老婆不嫌弃。怎么样？伤口还疼吗？疼啊！要不我去给你拿冰袋敷一敷。那些都没用。要不我给家庭医生打个电话，让他来看看。那些都没用。那你想怎样？你签了我就不疼了。你来真的？当然了，我个大男人怎么会说话不算话？再说了，你不相信我，也该相信我父母吧。可是也不用这么着急吧。避免夜长梦多。
你赶紧签了，我们之间的纠缠就深了，你就不能轻易甩开我了。霍总，你也太没有安全感了吧？对啊，你签了，我就安全了。好了，霍总，从现在起，我就是给你打工的小霍。谢谢你，霍艳妍，谢谢你为我们的感情付出这么多。我甘之如饴。笑一笑。这下安心了。我终于有证了！太好了，我要跟你一同出席，然后在全行业面前昭告天下，我是温艳宁的老公啦！低调点儿。低调不了一点儿，我好不容易有了这么好的老婆。好吧，谢谢老婆大人。那是温总和霍总，他们在干嘛？手挽手参加活动？没搞错吧？他俩不是应该拿刀架在对方脖子上吗？以前不都是这样的吗？他们是什么表情？我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可能是咱们俩之前为了项目争得脸红脖子浪的画面太深入人心了吧？我一会儿亲自官宣我们的夫妻关系，他们岂不是更要大跌眼镜？应该会吧。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年的行业峰会，希望每一位老板都可以畅所欲言，为大家分享行业信息。下面请霍氏集团总裁上台。霍氏作为本市的龙头企业，霍总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不知道的信息？今年霍氏会跟往年一样，跟大家分析那个行业的最新动向，以及霍氏未来1年的规划。但是今天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好消息要跟在场的各位分享。跟公布中奖名单一样。我已经将我在霍氏的全部股份都转让给了我的夫人，温氏集团的温艳宁。温总。啊，温艳宁不是他的死对头吗？怎么成老婆了？他俩什么意思啊？那以前那些吵架撕项目书的戏码是夫妻情趣吗？霍建言这么干，股东们没意见吗？就霍建言那雷霆手段，股东的意见雄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氏集团的总裁温艳宁，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。首先，我与霍艳宁霍总确实已经结婚登记，霍总也确实把股权转让给了我。但是，公司的实际执行、日常的业务，还都是由霍总主持处理，所以霍氏的实力是不会动摇的，请各位股东、各位合作伙伴们放心。恭喜霍总，恭喜温总，我们市的2大企业强联合，对于我们全行业来说都是好事。我相信未来霍总和温总一定引领大家走得更远。温总要拍官宣照了。好。他们居然上行业峰会官宣，真不要脸！我天，小说男女主照进现实了，2个人太般配了，高富帅天花板与白富美天花板，这2人在一起对我的眼睛太友好了，我要缩搭霍氏和温氏的股票，夫妻俩强联合，未来一定赚爆！狗屁，都是狗屁！温氏本来应该是我的，今天站在台上的应该是我。你们2个奸夫淫妇不让我好，那你们也别想好过。怎么样，累吗？要不要回去？还好，这是我们第一次以夫妻的身份公开亮相，还是要多跟合作方聊聊，让他们对未来的温氏和霍氏放心。
他们放不放心无所谓，反正我现在已经是有证了，也关了，我是放心多了。有人匿名在行业峰会的新闻下留言，说前段时间温室的建筑有安全问题，导致广告牌从高空坠落砸伤了人。他说的应该就是前段时间你受伤的那次。应该是。这人会在行业峰会的新闻下留言，一定是故意的，想破坏温室在行业里的形象。想找温室的麻烦，他最好备好棺材。别冲动。喂，笑笑，你立刻查一下行业峰会下面留言说我们公司有建筑安全问题的那个 IP， 把他揪出来。好，我立刻去办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会温室真的出问题了吧？虽然我也不信，但是这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应该是真的。各位合作伙伴、业内同行、各位老板们，我知道刚才大家都看到了那条关于我们温室建筑问题的留言，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，这留言是诬陷。是的，有人故意剪短了广告牌上固定的安全链，把广告牌推了下去。这是被剪断的安全链的照片，我们已经在报警了，警方已经在查找嫌疑人了。那么大的广告牌掉下去，砸中的人不死也是残啊！温总，受害人怎么样了？广告牌砸中，受伤的人是我的先生霍艳艳。什么？霍总受伤了？怎么就正好砸中霍总啊？一定是故意的，肯定是故意的呀！人为剪短安全链啊！其实当时站在下面的人是我，是霍总及时把我推开，我才没有受伤，可他自己却受伤了。只要你没事就好。没想到霍总和温总刚刚结婚，感情就这样深，真是艳羡旁人啊！二位老板伉俪情深，是我们行业的福气。什么伉俪情深，都是假的，这两个人根本就是在演戏。他们以前的关系那么差，现在出了问题，怎么可能这么平静？一定有问题。您已被禁言。他妈的，要捂我的嘴，没那么容易。为南方时报吗？我要举报。霍总现在满意了，能光明正大的站在你身边。你以前也站在我身边啊。老公和敌人能一样吗？对不起，温总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我去化妆间处理一下。我陪你去。事情都办好，钱呢？拿钱赶紧滚！记住，管好你的嘴。您是霍氏集团的霍总吗？你是谁？石香蛮，我一直想应聘到霍氏去上班，但是一直没有成功，所以就来行业峰会碰碰运气，希望可以见到您。招聘归人事部管，找我没用。我知道您不愿意管我这样的小事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也不想给您添麻烦，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求您可怜可怜我。想让人可怜，可以去大街上要饭。这男人是块木头吗？霍总，我只求您给我一次机会，只要能进霍氏工作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什么都能做，就意味着什么都不会做。霍氏不养闲人，你快走吧。辉夜，您找的都是什么男人啊？周泽楷好色贪婪，这霍敬言又是个冰山毒蛇，手里就没个好。霍总，您误会我了，我真的能好好工作的。我知道你不是来找工作的，你找我另有目的。说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没有，我不是。不是冲我来的，难道是冲你女儿来的？霍总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宁儿，我不认识他，你千万别误会。
我认识他。你还真是冲宁儿来的。白小姐，好久不见啊。白小姐，周泽楷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？我不跟周泽楷在一起。怎么了？你不是必须跟他在一起才有灵感吗？难道你现在不画画了？我画不画，关你什么事？其实我还要谢谢你，正因为你的出现，我才看清楚周泽楷的为人，我也及时止损，没有搭上自己的幸福。所以，他就是周泽楷的出轨对象。静言，白小姐刚才找你什么事啊？找工作。找工作？霍氏集团没有画画的工作，你找错地方。温叶宁，你得意什么？霍氏集团又不是你的。霍晋言是霍氏集团的总裁，我是他妻子。霍氏集团不管是不是我的，我的话都有用。我说没有适合你的地方，就是没有。你是他妻子又怎么样？你当初还是周泽楷的未婚妻呢，不是照样被抛弃了吗？白小姐，我要跟你更正一下，是我抛弃了周泽楷。你这样的白富女最要面子了，你怎么可能承认自己输给我了呢？无论你怎么嘴硬，你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，那是你婚礼当天周泽楷跟我在一起，他为了我不去跟你结婚。叶宁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所以他早就后悔了，早就想甩掉我了。其实你也是个可怜人，毕竟周泽楷一直在利用你。利用我？是啊，周泽楷从一开始就接受不了我的性格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很窝囊，而你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的虚荣心，你捧着他，哄着他，他自然喜欢你。当然了，哪个男人不喜欢柔情似水的女人？像你这样凶巴巴的女强人，没有哪个男人会真心喜欢你。我就真心喜欢。如果你说的柔情似水指的是矫揉造作、撒娇扮软弱，那很抱歉，我不喜欢。我就喜欢宁儿这样杀伐果断、有勇有谋、性格坚韧的。他的心性是你们无论卖多少风骚都比不了的。你以为你用你的手段拴住了周泽楷的心，其实你没想，周泽楷其实什么都没有。周泽楷给你花的钱都是我的。我知道你当初跟周泽楷在一起的原因，也是想让周泽楷给你花钱。现在周泽楷没钱了，你就跑出来找夏家了。你倒是有眼光，看上了我老公。我看见这种人就恶心。可惜了，我老公不喜欢你，你那套撒娇扮柔弱对他没用。你得意什么？你不就是生来命好吗？要是我也出身名门，我也不比你温叶宁差。那你可错了。宁儿之所以走到今天，靠的自己的人品和学识，而你就算出身名门，不自重不自爱，只想着依靠男人，耍心机耍手段出卖自己，也不会比得上宁儿一分一毫。好啊，我比不上他，我知道。可那以后怎么样呢？温嫣宁，像你这样的女强人，性格强势不饶人，永远不会有人真心喜欢你。你2次看上我的男人，可他们都不喜欢你，难道真正的原因你还不明白吗？宁儿，别跟这种人废话了，不值得。保安，把这个女人拖出去。宁儿，你别听那个疯妇的话，你很好，我会永远爱你，此生不渝。静言，放心，我没事儿，我知道他是崩溃胡说的。可你从刚才开始情绪都不太好。我只是觉得我浪费了5年的时间在他们这些烂人身上，很不值得。你也不想的，别责怪自己。谢谢你没有被白若期影响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觉得我会对白若期动情？男人在面对性感又主动的女生的时候，不是都会有想法吗？我又不是周泽康那样的混蛋。宁儿，我不是周泽楷，我有我的道德和底线，我不会做出任何伤害你的事的，相信我。也是，霍总品味和要求都比较高，肯定看不上白若曦这样。对，我就只能看得上你这样的。你笑了我就放心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是小女生了，知道什么话该听，什么话不该听。我刚才只是有些感慨，短短几天的时间，事情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。
哦，怎么说？5年前我们就应该在一起，却被周泽楷横插一脚挡开了。5年后，我本来应该跟周泽楷结婚，却跟你领了结婚证，办了婚礼。几天前，周泽楷还跟白若曦浓情蜜意的不肯跟我结婚。今天，周泽楷和白若曦都后悔了，真是极致的反转啊！幸好，一切都回到了本来的位置，你终究选择了我。真般配啊！看什么呢？这么高兴？宁儿，你来看，你看咱俩官宣的照片多好看。这有什么的？你我的照片不是经常上新闻吗？这是我第一次以温总老公的身份亮相，况且以前都是分开照的，今天是只有咱俩的合照，意义完全不一样。谢谢你嫁给我。你要是真的谢，我就赶快去洗澡睡觉，我累了。遵命。哎呀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我可能是今天站的时间有点久了，伤口好疼。我马上给医生打电话。其实没那么疼，忍忍就过去了。不过就是我不能洗澡了。确实，万一伤口撕裂，洗澡会感染的。不洗就不洗吧。来，我扶你上床。哎，那个，今天在酒会我都出汗了，而且身上都是酒的味道，我很不舒服。我去给你拿睡衣，换上就好了。哎，换衣服也不行。霍总，你到底想干嘛？直说吧。那个，要不辛苦温总帮我洗个澡。啊？我给你洗澡？我不会给你洗澡，你就忍忍吧。老婆大人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，我不洗澡真的很难受。可是，我要怎么给你洗啊？只要你帮我洗，怎么洗都可以。好吧，你先去把衣服脱了吧，我去准备一下。终于能跟老婆贴贴喽。这是干什么？屠宰场吗？我帮你洗澡，自己要是弄湿了会很麻烦，我就穿了件雨衣。你腿不方便，我就给你拿了把椅子，你坐着我给你洗。我突然不想洗了。你相信我，这样洗可以的。我要的是浪漫的夫妻共浴，不是护工与残障患者。看你下次还动不动这样歪心思。算了，还是我自己洗吧。你不是不能自己洗吗？我现在腿不疼了，况且我不是坐着呢吗？真的不疼啦？你放心吧，真的不疼了。你去休息吧，不用给我当护工了。你是我老公，照顾你是应该的。我不用这样的照顾。真的不用？不用。这样的也不用了？宁儿，你怎么？谁让你刚才故意说自己腿疼的？我再不胡说了。喂，温总，在行业峰会下恶意留言的人找到了，是周泽康。居然是他，没想到他这么下作。把证据交给警察。我立刻去办。恶意留言的是周泽楷，他居然敢出来闹腾，在网上恶意散播谣言，污蔑企业，是要被拘留的。他胆子倒是不小。关进去就老实。霍总，快看电视新闻直播，周泽楷实名举报我们了。我叫周泽楷，是温氏集团的前员工。我要实名举报温氏集团在建写字楼严重偷工减料、钢架劣质、施工不达标，同时还要举报霍氏集团总裁霍艳妍与温氏集团总裁温艳宁狼狈为奸、私家交易、内部操控项目竞标，扰乱市场公平。目前，温氏集团旗下的所有在建项目均已停工，相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。没想到周泽竟然敢堂而皇之的污蔑我们。宁儿，你别担心，我去处理掉周泽金这个摆态。不，这么大的事，我们必须一起解决。
我们分别行动，你去霍氏安抚股东，我去温氏收集证据。好，随时联系。卫兵，你多派些人保护夫人的安全。敢欺负我霍叶炎的宝贝老婆，找死！温总，你的员工实名举报你的建筑偷工减料，这个情况属实吗？温总，举报人周泽楷还说你与霍叶炎存在私下不正当操作，是真的吗？你们之前的竞争关系都是演戏的吗？温总，听说你跟霍叶炎是闪婚的，你们这么着急结婚是为了掩盖你们之前的暗箱操作吗？请让一让，请让一让！不要推搡，请让让！温总，是霍总让我们来保护你。这人还挺有先见之明。温总让保安这么阻拦我们，是想逃避责任吗？我跟霍叶炎确实在几天前举行了婚礼，并且领了结婚证，但这与公司的业务无关，完全是因为我们真心相爱。可你们之前一直是竞争对手，怎么会突然有了感情而结婚呢？感情的事怎么说得清呢？用我先生的话说，我们之前一直是在相爱相杀吧。那你的员工周泽楷实名举报你们的建筑偷工减料，质量不合格，你怎么说？周泽楷是诽谤，我会向相关部门证明我们的清白，到时会给大众一个交代。我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污蔑我和我老公的人。温总，这是我们在建解字楼的所有文件，项目合法开收资质，材料合规证明，施工全过程验收记录，安全运维证据，以及第三方中立检测报告。派人看好我们的工地，不许任何不相关的人随意进出，我们要保护好现场。好，我立刻联系人，把所有的资料和证据都准备好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们经得起查。不过今天的股价跌得很厉害，股东们情绪很激动，这才是周泽楷的目的。他知道只要一闹，股价就会跌，股东们就一定会给我难堪。我不痛快了，他的目的就达到了。这个周泽楷太可恶了，等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他送进监狱。周泽楷这个人还是挺有手段的，只怕这点事不足以让他进监狱。明明，你快看这个！果然是他。这件事先保密，把所有的资料、证据、照片都准备好。我们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，澄清事实。把所有的媒体都请来，还有把南方直报和周泽楷也弄来，再悄悄通知公安机关的人来。我们来个瓮中抓鳖，让周泽楷插翅难逃了。所有的媒体我们都请来了，那边的是便衣警察。南方时报和周泽楷什么时候来？我联系的时候，南方时报表示周泽楷好像很抗拒来，不过卫兵说他去搞定。听说他不想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秘密。在老子面前还敢腻腻歪歪的，看我一会儿不弄死你！开始吧。好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温氏的发布会。针对近日外界对温氏的一系列不实传闻，我们今天将全部澄清。下面请我们温氏集团的总裁温燕宁温总上台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温氏集团的新闻发布会。针对此前我司前员工周泽楷的诬告，我郑重声明，经相关部门检测核查，温氏所有施工流程、建材资质、安全验收全部合法合规，不存在任何偷工减料与安全隐患。这几位是我们温氏各个部门的负责人，大家如果有疑问，我们的负责人一定会耐心的、详细的公开我们的全部数据报告。感兴趣的记者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工地实地参观。我很欢迎各位。如果你们的建筑质量没有问题，那周泽楷为什么要实名举报呢？这说明你们集团内部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，才会逼得员工公开举报。这其实与我个人有关。其实我与周泽楷先生有5年的恋爱史。明明这是要自揭伤疤吗？多疼啊！前不久我们举办婚礼当天，周泽楷为了陪出轨对象，要延期我们的婚礼，我当即跟他分手。
太过分了！婚礼当天还要去跟出轨对象腻歪，简直不是人！你这逻辑就不对，出轨本来就不是人，还用分什么时候？我没有出轨，那只是我一个朋友，是他温建宁小肚脚肠，疑神疑鬼。你居然是这样的人，还让我们帮你诬告温氏，你敢拿我们当枪使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们南方日报一定曝光你！不是这样的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都躺人家床上了，还说没事，你真当别人都是傻子吗？温彦宁，你不要脸，居然在大庭广众放这样的照片，简直不知羞耻！做丑事的是你，不知羞耻的也是你，与我无关。大家也看到了，这才是这一切事情的起始，所以我有理由怀疑，周泽楷举报是为了报复我与他分手的事。可是，就算周泽涵是恶意报复，你与霍氏集团总裁霍真言闪婚也是事实，这个不能证明你们私下没有不正当交易啊！霍氏集团所有项目均为公开合规竞标，无任何垄断与不正当竞争行为。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有公开披露的流程，大家尽可查阅。至于我与霍艳妍闪婚的原因，婚礼当天新郎出轨，我被晾在了婚礼现场，是我的先生霍艳妍及时出现，跟我结婚，拯救了那天狼狈的我。你们是假结婚？当天的婚礼也许有假，但是我们后来的感情都是真的。这是什么？那天我在建筑楼下检查工作，天台上的广告牌安全固定链被人恶意剪断，广告牌朝我砸下来，是我的先生霍建言奋不顾身地救了我。那一刻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在他心里的分量是这么重。这属于故意伤人了，凶手是谁？凶手就是他，周泽楷。是我，你没有证据，就是诬陷，你是想把所有脏水都泼到我身上，我不认。这不是，这照片是假的。照片我们已经交给警察，他们已经核实过，是真的。你自己恶贯满盈，居然还敢来诬告别人，简直可恶至极！魏艳宁，你可真恶毒，你不得好死！对了，还有在行业峰会期间，你在网上恶意散布谣言的证据，我们已经提交了，数罪并罚，你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我不认，不是我做的。这么多证据面前，不需要你认。都别过来，不然我就弄断他的手臂！宁宁，周泽涵，你个混蛋！放开！是你去把他当新郎，他早就乖乖跟我结婚了。周泽楷，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，不能结婚是因为你出轨在先，与别人无关。你个不守妇道的东西！明明跟我在一起5年，居然能恬不知耻的在婚礼当天换新郎，给我戴绿帽子，我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了！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，还有脸提5年的时光。我没有骗你，除了白若曦的事之外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你是水性杨花，都是你的错。碗银耳汤啊！你拿着我煮的银耳汤给宁儿，还有脸说是你准备的？个龌龊小人！你知道是我男的又怎么样？谁让你自己女朋友？就别怪我捷足先当了。你别过来！反正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今天谁也别想逼我认输。当初你以为自己得到了宁儿的爱，就有恃无恐的肆意践踏。你以为自己可以用5年的感情要挟他，你错了。感情从来都不是筹码，是你自己亲手断送了与宁儿的过去。不是的，是你们给我做局，给我设圈套。没有人给你设圈套，是你自己太自私。结婚你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把婚礼扔给宁儿自己处理。你有想过，那天让她独自面对所有宾客，她会有多难堪吗？你没想过，因为你从头到尾心里都没有她。我没错，我没有错。你只想要更好的生活，这本没有错，但靠贪婪敛财、恶意毁人、违法犯罪来上位，只会自食恶果。我和宁儿从未主动针对你，
是你自己恩将仇报，步步犯错。都站住！谁再过来，我就把这里彻底搅乱！你已经没有退路了，现在放开他，至少还能为自己保留最后一点体面。幸好你没事，刚才太危险了，展板差点砸到你。只要你没事就好。文艳娘，你以为你嫁给霍妍妍你就幸福了吗？霍妍妍这种城府深的人会有真爱吗？你太愚真了！带走。笑笑，把所有证据和资料全部交给公安机关。我现在就去。你也去，把我们掌握的证据一并上交，一切依法处理。明白。温总、霍总，抱歉，我们没有掌握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就轻信了周泽楷的话，还为他做了报道。这件事牵扯太多，也不全是你们的错。感谢温总的大度，我们回去会详尽报道事情的始末，为您和温氏证明。好。霍禁言，你是疯了吗？那么重的展板倒下来，你还往前冲，万一真的再砸伤你怎么办？憋了这么久，为难你了。来，快坐下。老婆大人，别生气了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，我很感激你。但是无论到什么时候，你都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。以后绝对不许再做这样的傻事。哪怕再有100次，我也还是会先付出。可我也不想看见你受伤。我知道你可能不理解，但你有事比我自己受伤更让我难受。我不敢想象你要是真的受伤，我会有多后悔。我怎么会不理解呢？看见刀尖刺破你衣服的时候，我的感觉跟你是一样的。真的吗？宁儿，你在乎我？是。我害怕你受伤，害怕会失去你。宁儿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你心里终于有我了。是啊，我们的心里都有彼此了。没什么问题，继续推进吧。好。那个，关于周泽楷，怎么了？周泽楷被抓的事情公布之后，我们很多的合作方和供货方都向相关部门举报了。举报什么？他们举报说，周泽楷在公司任职期间向他们索要回扣，拒绝的公司就会被周泽楷划出申请名单。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。周泽楷那么贪财又毫无底线，自然会做很多损害公司利益的事。不过好在这些人把他举报了，事情也算水落石出了。把这些公司的名字从新加到名单中，下一批招标的时候可以正常参与。是。还有件事儿，您现在作为霍氏的实际控股人，按照流程是要审批公司项目进展回报的。不过我跟他们要的时候被拒绝了。被拒绝了？理由是什么？是执行总裁霍禁言拒绝的，他说他只接受当面审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霍总，请进。霍总，审批给我发文件就行，不用亲自跑一趟。温总日理万机，我亲自来。温总如果对我的工作有不满意的地方，也可以当面指正。那个我就不多打扰了。我刚刚得到消息，周泽楷在职期间滥用职权，向供应方索要回扣，操控竞标名单。他当时还诬告我们不公平竞争、暗箱操作，原来这些都是他自己的手笔，真是讽刺。是啊，回旋镖扎到自己身上了。我要是告诉你，我还挺感谢他的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变态？我猜你一定是感谢他的不娶之恩，才让我有机会嫁给你。咱们夫妻已经可以这么心有灵缘了呀。说正事，这是东城的一个新项目，你看看。你要是感兴趣，直接做就好了呀。我虽然是霍氏的控股人，但现在霍氏的执行总裁是你，你们霍氏要不要争取这个项目，还是要看你的决定。
什么意思？我们温氏是志在必得，你们霍氏呢？温总还有这样的情绪？比起你现在顺从的样子，我更喜欢从前跟我争抢生意。既然老婆大人有兴致，那我奉。